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头马。你现在收看的是头马拿马后手。大家知道台湾所登记的庙宇总共有多少座吗？超过12000座，甚至比便利商店还要多。今天呢，教大家来认识一些台湾的庙宇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就待会见喽。头马拿马后手。其实我自己搭过西巴西太出来的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头马的位置呢是在。今天来到嘉义番路乡半天岩紫云寺，靠近嘉义市大概15到17公里一个半山腰位置，这边最厉害的一个观音圣地。在清康熙21年的时候，也是距离现在将近快350年的历史。当时这个地方改出来，这个地名的历史记载，这边属于半天岩的部分呢是寺庙，所以就变成半天岩。从山下往山上看，都紫云缠绕，所以这边就变成叫做紫云寺。会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往里面看一看。说到紫云寺的由来，我觉得有一点比较有趣的，有一个比丘从海外把观世音背来到台湾，为了要寻找安身之地，于是一直寻找不同的地方，终于大妈说就是这里了。被村民发现之后，慢慢的开始在建设，因为刚好在嘉义的断层地带，从民国38年一直修建到现在，所以前后接近8次才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。里面呢是属于回字形建筑设计，保留来自于观音山的一些石材，然后还有一些石雕的作品，可以在里面看得见。紫云寺盖完了之后，到了民国80年，紫云寺的后方有了一个升龙观音像，大概8层楼高。你知道它是谁捐钱盖出来的吗？当时的股票兴盛，所以32行馆的老板他就捐钱所筹划了这一块升龙观音广场。不过是不是因为还愿启发盖的这一观音塔就不可靠？有机会的话呢，你也可以下面拜完再走上来这边参拜一下。据说半天岩这个地方也是嘉义市民平常会来这里的休闲度假胜地哦。紫云寺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山坡，这边有一些森林步道，如果喜欢爬山的朋友呢，也可以从后面走到上面来。至于通到哪里呢？我今天是并没有实际的走看的。这边有小朋友最爱玩的最长的溜滑梯，这个溜滑梯只限3岁到12岁。除了小朋友可以玩的，这边也是樱花盛开的地方哦。所以想要看樱花的朋友，在2月到3月的时候也可以过来。如果你下次来到嘉义，除了去阿里山走之外，不妨花个3个小时，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好好的来运动一下。升龙观音广场还真的蛮大的，这边应该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人。这次要来做台湾庙宇系列，我自己也觉得带着非常紧张的心情，希望呢可以把台湾的庙宇文化介绍给大家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是头马，我们就下一个庙宇见喽，拜拜。停车场其实还蛮多的，有1、2、3个停车场，可以在第3停车场下车，会由上往下走，会比较方便。